站牌上的鱿鱼语从网络大神的鱿鱼语学习手册查谜，写着阿里阿多一直干马达多古卡德，谢谢，总有一天会再相遇，意味着感谢与期待未来的再次相遇。看到我太感动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义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会场篇的各种小细节彩蛋。有些细节是透过 bug 进入隐藏场景录制的，还不会使用 bug 的朋友，可以先去看上一集影片学习技巧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吧。一、招牌细节，你有注意到这个祭典的 logo 招牌里面藏了超多小心机，尤其是招牌的上方那些不起眼的小贴纸，分别是麻辣油物的贴纸，偷偷躲在 logo 的 S 字上，这不就是在致敬英文的名称 Squid System 吗？再来看婉儿姐妹的贴纸，静静的贴在 T 字上，完美呼应日文的名称 Tentacles， 拼音也是 T 开头。最后鱼浆帮的贴纸当然也没有缺席，它霸气的贴在上排的 D 字，对应英文的名称 Deepka。 且最神的是，你以为细节就这样结束了吗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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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再仔细看看招牌那金属光泽，居然还能看见灰尘的痕迹，这代表有很多人在这里爬上爬下，留下了真实的使用感。这种细腻的程度简直就像在说，我们的 logo 不只是设计，还是有故事的艺术品。重点是，你有发现吗？二、水母的冰淇淋彩蛋。水母的冰淇淋掉在地上，他在旁边哭得超可怜。这画面实际上是致敬2代 DLC 中电话 BOSS 被击倒的结尾场景，怀旧感直接拉满，真的让老玩家会心一笑。三、章鱼娃娃的位置。章鱼娃娃是夹娃娃机内的商品，这次变身为隐藏小彩蛋，出现在会场的6个位置，分别是鹰架边边、水田旁的卡车上、招牌后面，这位置也太狡猾，没注意看还真的不会找到。公车站椅子上、海螺舞台前方变电箱、海螺舞台后方，这不进到里场景还真的不会发现。如果你能全找齐，可以自封为找娃娃达人呢。4、饭田的电脑。在第一舞台的休息区放置的饭田的笔电，里面的细节多到炸裂。笔电的背面贴着麻辣油物的贴纸，证明这台电脑和秩序篇的那台是一模一样的。桌布的图示分别是秩序篇、三色夺宝与战地以及龙毛墨汁的图示，很明显是英雄模式之后跟麻辣油物鱼浆帮接触后的时间点。因为在秩序篇时的桌布还没有出现龙毛墨汁，代表还没有跟鱼浆帮接触聊过龙毛墨汁的细节。桌上摆设有薯条、饮料、烧肉便当，而便当盒上居然用日文特别写着也是大府工作人员的烧肉便当。只是在充满海鲜的世界，哪来的烧肉？难道是饭田研究怎么使用龙毛墨汁，将某些讨人厌的海鲜变成哺乳类，并且做成烧肉了吗？你觉得是吗？5、鱿鱼司令的偶像。鱿鱼前司令的推很明显就是麻辣油物，在他的旁边摆着麻辣油物的立牌，而且在2代的 DLC 里，司令的手机还藏着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根本真爱粉。6、水母的推。还记得在2024年夏季预告中出现的粉丝水母吗？其实他也有来到会场，可以在门口第3舞台的鹰架上找到疑似是他的身影，但不确定哪一位才是他本人。你觉得哪一位呢？7、水母的动作节奏。仔细看着水母摇摆的画面，你有发现什么吗？没错，有一只水母的动作方向居然是相反的，而且仔细听着音乐会发现水母挥手的速度还会和歌曲的节奏同步。8、水母禁止进入标示。在夜晚的派对时间，第1、第2舞台的立牌上会标示着禁止水母进入，这是什么奇妙的规定？所以鱿鱼、章鱼随时可以进入咯。不过警语看看就好，还是有水母进去坐在舞台上。9、偶像的应援贴纸。这个细节也蛮有趣的，整个会场里也就只有这3张偶像的应援贴纸，分别在鹰架上贴着麻辣油物的应援贴纸，第2舞台的帐篷内隐藏着婉儿姐妹的应援贴纸， VIP 区贴着鱼浆帮的应援贴纸，
10. 虾串与猫脚印，仔细看向第二舞台前的休息区，会发现虾串的数量居然会增加。黄昏时是1只，晚上时变3只，凌晨又变回1只。而附近还有小裁判猫的脚印跟饭盒，但却找不到它的身影。11. 舞台背后的神秘画面，来到第3舞台的背后，会看见鱿鱼章鱼的传输画面，还有神秘的黑盒子，应该是萤幕讯号的接收器吧。12. 舞台特效，夜晚的舞台特效相当华丽，有烟火，有火焰，而空中船的造景也是超级壮丽。但最狂的是，到了凌晨，这些布都被烧得一干二净，这是仅限一次的表演细节。13. 祭典标题，如果你是土地狂魔，那这个彩蛋一定会发现，在大厅里涂满地板，总共会看见9个祭典标题。这种隐藏细节绝对是为了热爱土地的你准备的。14. 拉面店店员，仔细看店员身上的名牌，居然写着 Sasaki， 有没有觉得这名字感觉超亲切，居然跟日本彩虹色的 VTuber Sasaki 同名？而旁边还有一台拉面机器人，没想到鱿鱼世界也这么先进。15. 火箭与馒头镇，进到里场景的沙漠区，居然可以看见熊老板的火箭，还能远远看见馒头镇和馒头大巨蛋，甚至有大巨蛋的地图看板，但如果试图靠近，会立刻被传送回门口。16. 其余机场吉祥物专卖店，在贩卖店后方藏着其余机场的专卖店，里面有机场吉祥物的扭蛋机和蛋壳、导览手册。往旁边看，还有一位苦命努力工作的水母。17. 资源回收桶分类，细节连回收桶都不放过，回收桶居然乖乖分类，环保意识真是满分。左边是回收用完的枪，中间是瓶瓶罐罐，右边是垃圾。18. 第1舞台拍照，可以利用 bug 来到第1舞台，参观后台的视角，并且加入舞台的中间一起合照。19. 后台与 VIP 区，可以来到 VIP 区后面跳下去，就能潜入 VIP 区的独特视野，甚至进到工作人员的后台，感觉像是来到幕后的世界，相当好的拍照地点呢。20. 无人机的细节，无人机上贴着偶像们的应援贴纸，而且使用无人机时还能拍到自己的画面。21. 起点与终点的完美呼应，车站是游戏的起始地点，而最终祭典也回到这个地方，不同的是变得热闹许多。站牌上的鱿鱼语从网络大神的鱿鱼语学习手册查明，写着阿里阿多一直干马达多古卡德，谢谢，总有一天会再相遇，意味着感谢与期待未来的再次相遇。看到我太感动了。22. 教学模式的入口，在车站的正前方也能找到教学模式的正门，这里也是有纪念价值的打卡景点。23. 偶像的签名海报与立牌，在贩卖区前方设有各偶像的立牌，仔细看会有偶像的签名。再来比对车站前方的3条布幕，会发现每代偶像的签名在各自的布幕。我的猜测是每条布幕的签名都是各代的演唱团体的签名，你有看出来是谁的签名吗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。24. 游览车的互动细节，靠近游览车时会出现移动的选项，可以坐车到其他的城镇，同时伴随着车子的发动声与类似广播的音效，你可以仔细听听看。在车子的背面与左右两侧也都有仔细的设计，处处透露着制作团队的用心。25. 轨道探索，顺着车站的轨道行走，可以探索到更多的隐藏场景，让人忍不住想一走到底，但是这是有极限的，无法走到馒头镇啊。26. 祭典服装的阵营图示，这是在帮大家录精华时发现的。若使用祭典回放记忆，在祭典期间衣服会带有阵营的图示，但当祭典结束后，衣服会变回一般灰色样式。这样的小变化你有发现吗？欢迎下面留言。27. 结算音乐与背景变化，在最终祭典的对战，结算音乐会根据所选的阵营进行更换，会是各代的结算音乐。
而在3色夺宝中，最后1分钟的音乐会根据第一个夺取火箭的队伍不同而有所变化。若提早拿到2个讯号，偶像会提前出来唱歌。内战抢2个信号也会触发演出，但不会有抢到信号后的对话。28. 偶像的应援语，在蛮陀大巨战的3色夺宝，若抢到2个信号后，偶像会喊出专属的应援语，为自己的队伍加油示威。平常的3色夺宝都是直接对话，没有呐喊的应援语。29. 偶像的台词与烟火特效，在3色夺宝中，每组偶像都有2种不同的台词，登场后还会一直发射烟火弹，气氛直接拉满。小宁会说很好，就是这样，今天也充满活力的度过吧。第2次会说准备好了，麻辣油舞登场，加油。小莹会说 OK， 我们也会帮忙声援的，就凭着这股气势上吧。第2次会说歌曲反映时事，时事造就歌曲，轮到我们换场了，加油。小鸡会说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大家加油，我们会支持各位的。第2次会说我开始热血沸腾了，将一切献给你们，收下吧。范田会说感觉很不错呢，那就容我支援各位吧。第2次会说准备好啦，要上咯，染上我们的色彩吧，婉儿姐妹狂徒无罪。莎莎会说很不错嘛，就借着这股气势拿下胜利吧，大家要加油哦。第2次会说各位走过错过不要路过，此时此刻就该尽情挥洒墨汁，涂满每一个角落。慢慢会说嘿嘿嘿，我很欣赏各位不服输的精神，我们也来帮忙吧。第2次会说尽情挥洒汁，涂遍每一个角落，上吧，向前冲。鬼符会说加油加油，大家加油，我们3个会全心全意为各位打气的。第2次会说各位冲吧，尽情挥洒墨汁，一起涂遍每一个角落。你没有发现于江巴拿到第2次信号的台词都一模一样吗？30. 祭典回忆功能，祭典的回忆功能终于回归了。这个功能曾在1代登场，但2代取消，现在可以透过 Amiibo 重温祭典的美好时光。除此之外，1代的最终祭典也是由过去获胜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分享，彩蛋虽然细微，但却充满各种惊喜与回忆。你还有发现有趣的彩蛋吗？欢迎留言一起讨论。最后，我是义麦，下次见。